可以帮我看一下，我怎么调不出台来了？这不有这个吗？拿来搜一下不就行？关于这方面的话题，欢迎关注稍后。需要钱。谢谢谢谢，真不错，比酒店工人强多了。哎，对啊，你干嘛不找客房服务啊？我穿成这样怎么叫啊？再说有困难找警察，这不是你们的口号吗？那你也不能什么事儿都找警察呀。走了啊。谢谢啊。嗨。走了。哎。先别走。我执行任务呢。借口。今天晚上真的不行，我没有纪律。走走走走。哎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跟我要求你似的。你怎么不走啊？再不走，我可报警了。别报警。你睡吧，走了啊。谢谢。案子还没结呢，你最近别离开本市。我哪儿也不去，你放心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走吧。根据酒店证人提供的线索，在酒店大堂跟邵一鹏发生争吵的女人，应该是他的妻子沙秀花。沙秀花指使葛大明去杀邵一鹏，邵一鹏反而杀了葛大明，卷款在逃，两个人都是负案在身。沙秀花此行找到邵一鹏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，肯定是在财产分配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所以。你是不是有点太贪了呢？这是我该得的。该得？你雇你的情夫想杀我，你还有脸管我要钱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个傻子。邵一鹏让沙秀花到自己的房间，想尽办法让沙秀花平静下来，但是他不知道沙秀花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干掉他。
最起码再给我500万。什么钱不够？你个骚货！你给不给啊？要什么钱？500万？你到底给不给啊？你不给是吧？你不给我自己拿。干什么你？哎！给我说，大家都不要。干什么你？你不是要有钱吗？来啊，我给你啊，给你啊。我的钱啊！我还有一个疑问啊，既然沙秀花跟邵一鹏都是夫案在逃犯，他们怎么敢在酒店大堂搞那么大动静？不怕有人怀疑吗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。沙秀花急于到邵一鹏的房间实施作案计划，所以他根本不在乎惊动众人。现在对于他来讲，时间就是一切。任继昌那边有什么疑点吗？所有的目击者都已经证实，是任继昌呢主动撞向了那辆白色捷达车。那辆白色捷达车呢，非但没有减速，反而加速以后撞倒任继昌，逃离现场。哎，这算什么呀？肇事逃逸。我们已经对全市进行排查了。你们也知道，这种白色捷达车非常的多，可能几个月之内都查不出结果来。任继昌去撞那辆白色捷达车，会不会他认识开车那个人啊？会是谁呢？哎，同志们，验尸报告出来了啊！死者确实是邵一鹏。哎，那份黄头发的检验报告呢？哎，在这儿呢。B 型血和沙秀花的血型是一致的。这么着吧，川儿，你去跟上级汇报一下咱们调查的结果，然后最好申请一下继续追捕沙秀花，好吧？好吧。哎，报告给我。祝贺你啊，结案了。谁跟你说结案了？嫌疑人还没抓着呢，这案怎么结？反正你们也知道是谁干的，不就是沙秀花吗？这案子我破你破呀？一脸严肃，真是个手纪律的好警察。算了，我还不想问你们的事儿呢。我不是一直对你说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出国深造吗？现在我申请的那个学校批下来了，签证大概也没问题，下个星期就可以走了。那你妹怎么办啊？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她这次手术非常成功，现在网上有一家海外的慈善机构愿意资助她继续出国接受治疗。好事啊，什么时候走？看她情况吧，等她出了院再收拾一下，也许月底。那我得送你点什么吧？我想要的，你不一定送得起啊。那你想送我什么呀？我听听。太贵了，我也送不起。我送你点书、CD，要不你说吧？我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以前看过一套《三国演义》的小人书，好像是80年代初的那版，画的特别好，不过现在很难找了。对，您说那是古董。哪有那么严重？这么着吧，我送你点DVD，然后你到那边烦了可以不停的看。那还得买台 DVD 机。那我再送你台 DVD 机。哎，国外的电视跟中国 DVD 机制式一样的，能接吗？对，我去美国帮你安去行吗？那样最好啊。去吃饭去。
我说啊，你这么一大早让我送你到医院来，有什么急事啊？我看朋友啊。看朋友，这是送给朋友的？什么意思吧你？哎，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？你怎么现在变得跟我妈似的呀？我看你最近啊有点五迷三道的，你可得小心点啊。赶紧去吧，啊。叶强，叶强，是你呀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来看你妹妹的？不是，我是这儿的义工，以前没跟你说过。你是这儿的义工啊？对呀，就是利用业余时间照顾一下这些没有自理能力的病人，这儿很多这样的志愿者的。你呢？也来看我妹妹？啊，对。这不要走了吗？我过来看看。谢谢你。啊，你在正好，那个给你带的东西我也拿来了。给我的。太好了，我大妞儿可以看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小人书。我正好有一套80年代的《三国演义》。你还真孩子气。那我怎么谢你呢？我还要照顾一病人去，先走了。啊。哎，对，你妹在哪屋？她刚睡着，医生说最好不要打扰她。花儿，我替你送好不好？啊。晚饭时候给我打电话吧。行。替她谢谢你。别忘了打电话。身份确认了吗？没错，是沙小花。手提包里没有发现手机和钱包，可能是被别人拿走了。除此以外，现场再没有发现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。对了，这是第一现场。他跑这儿干嘛来？可能是应人之约，然后杀人灭口吧。可是他在酒店杀了人了呀，已经惊成那样了，谁能把他约到这儿来啊？是，现在所有嫌疑人都已经死光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还有别的伤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从楼上推下来的，你看，就那儿。推下来的。这是什么呀？三角形，什么意思？龙鳞过来，来。雷探，死者胃里没发现任何可疑成分啊。他是清醒的被推下去的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人不是说了吗？他是毫无防备的被推下去的。那你告我啊，一个在逃的通缉犯，他干嘛毫无防备呢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他不知道有危险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意思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谁是螳螂？啊，谁是黄雀啊？那就得从沙绣花最后留下的线索里找答案。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信息是什么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啊，
吃饭去。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。你不去了？那给你打吧。你给我打。走吧。王成，给我等等。哎，等会儿我。我以前看过一套《三国演义》的小人书，好像是80年代初的那版。这是什么？还真孩子气。雷鸣，你赶紧趁热吃了吧。我酒店找那根头发呢。不是已经确认是沙绣花的了吗？我光验血型不够，我要 DNA 鉴定啊，赶紧去。哦，那个麦欧，你资料在你那儿。走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哎，雷鸣啊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，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？哎。喂。我一定去。那你千万等我啊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送你那小人书落了本《凤仪亭》。凤仪亭。啊，看过吗？当然看过了，不就是讲吕布怎么样被貂蝉骗了吗？喜欢吗？还行吧，我觉得吕布那人挺傻的，貂蝉是个大美女，不过他把自己当成欲望的工具了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挺失败的。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吕布最后死了，应该说貂蝉赢了。那不是历史，那是演绎。演绎怎么了？难道换成你还有别的结局？你觉得我有那么傻吗？行，聪明人。那我这样走了。是送给我的吗？哎，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吧。好。写哪儿？写手上吧。你的右手挺灵活啊。当然了。我觉得你那天晚上就应该提醒他，千万别写字儿。你干什么？我是警察，对不起。你弄错了。错不了。你应该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亲妹妹叶沁。你们俩同一天出生，也同一天诞入这个。
这个案子的起点咱们一开始分析过，沙秀花买通了葛大明去杀邵一鹏，被邵一鹏识破以后，反过来又杀了葛大明，这里边有一个同谋，这个同谋就是叶强。葛大明生前吃的奶糖里有致幻剂的成分，一开始咱们以为致幻剂是沙秀花的亲戚弄的，实际上呢，叶强的同胞妹妹叶沁就是医院里的大夫。想要弄点致幻剂是太容易不过了，把车门关严，不让车完全烧毁，就是为了留下死者是邵一鹏的证据。当时邵一鹏还特地把手包放在后备箱里。一开始咱们就奇怪，谁会把手包放在后备箱里呢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咱们看见名片，认定死者就是邵一鹏。时间，快！邵一鹏首先解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忧，然后把葛大明伪装成自己，从此金蝉脱壳，人间蒸发了。因为葛大明是外国籍，国内又没亲戚，死了以后没人认尸啊。本来这一招很难瞒过他的老婆沙秀花。可是沙秀花心怀鬼胎，明明认出了死者是葛大明，却不敢承认。就这样，让邵一鹏和叶强又逃过了一劫。这个沙秀花啊，雇人杀丈夫，人反倒被丈夫给杀了。这请郭二宝调查吧，反过来被郭二宝敲诈，逼得杀人灭口，真是不值。杀死郭二宝的也是叶强。啊？叶强跟我说过，郭二宝在楼下纠缠他，可是他没跟我说，他利用郭二宝给咱们下了个饵。喂，叶沁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说，事情有点不妙。这个郭二宝恐怕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今天又来找我纠缠我，所以我在想，要做两手准备。你最好做好准备，今天到我们家里去。如果实在纠缠不清，我就把他杀了。嘘。行，我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。在叶强的授意下，郭二宝2次给咱们打匿名电话，让咱们把矛头指向了任继昌。可这叶强，他为什么要杀死郭二宝呢？叶强以为自己略施小计就能让郭二宝团团转，可他没想到郭二宝不是什么善茬，也不是傻子。原来你躲在这儿呢。谁躲了？你眼瞎罢了。哦，我说邵一鹏怎么死得不明不白呢？原来是你下的手啊！胡说八道！我不过希望警察找找任继昌的麻烦，省得他那么张狂。至于邵一鹏怎么死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就少来这套。哎，电话打了吗？放心，这个电话我一定会打。不过我打完电话，你可得乖乖的听我的话。要不然呢？要不然我就给警察打电话，说这一切都是你让我干的，电话是你让我打的，警察会来调查你的。警察就会相信你？我们俩说过的话，
我可全都录下来了，我家里还有2、3本。够有心计的。那天晚上吃完饭以后，叶强说打车走。我在院门口看见的那个，不是叶强，是他的妹妹叶沁。叶沁在精心打扮之后，冒充叶强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到了叶强家，叶沁陪我待了1宿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让我来证明叶强没有作案时间。是我需要帮助。你来了再说吧。但当时我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。你换香水了？你不喜欢？我从小鼻子就特灵。你现在抹的香水浓，傍晚的时候抹的淡。叶强跟叶沁用的香水不一样，当时我还闻见一种味道，消毒水的味道。你身上还有股什么味儿啊？有点冷。你帮我去那屋拿个被子好吗？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叶沁正好是医院的大夫，他当时肯定觉得什么了，所以说他冷，分散我注意力。还有一点，叶强的指甲剪短了，而大夫是不能留指甲的。最后一个破绽，叶沁写字是用左手，而叶强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撇。老虎，猴子。你的右手挺灵活啊。当然了。这些破绽全让我疏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叶强正好在郭二宝家里实施着他的杀人计划。美女，洗快点啊！叶强帮着邵一鹏干掉了葛大明，又利用郭二宝转移了我们的视线。这时候邵一鹏觉得他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他的。实际呢，这时候叶强最想做的就是干掉邵一鹏，独占他的财产。在酒店大堂出现的，
不是沙秀花，而是伪装成叶强的叶沁。你好啊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穿成这身呢？好看吗？像你太太吗？别胡闹了。谁胡闹了？我呀，就是要提醒某些人不要过河拆桥。我可不是你沙秀花，我可没那么笨。我说你什么意思你？你说我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前面豁了命给你掩护，你倒好，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。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不宜抛头露面，现在打电话也不安全的呢。就为你自己着想，这个杀人犯，你怎么不知道管我呀？住嘴！怎么了？我就说杀人犯，杀人犯。住嘴！呸！之所以他在酒店大堂引起争吵，就是为了让咱们觉得沙秀花当时在作案现场。你们还记得我在邵一鹏房子里找着那根头发吗？血型检测结果是 B 型，正好跟沙秀花的一致。我们就又被骗了。那根头发是叶沁的，叶沁的血型也是 B 型。那任继昌的死是怎么回事啊？杀死任继昌的也是叶沁。怎么会啊？哎，他不是刚在酒店杀死邵一鹏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啊？他杀了邵一鹏以后，马上赶回来给任继昌打了一个电话。任继昌跟叶强早就有奸情，你们还记得他们公司账上那个银雅公司吗？那个公司注册在珠海，总经理是叶沁，法人是叶强。任继昌贪污的所有的钱全汇到那公司去了。任继昌本来以为他跟叶强的关系特别好，可是这2天叶强不大爱理他，所以他接到这电话以后就跟捡着救命稻草一样，马上到街边等着他。喂，是你啊？啊，任继昌看见叶沁，以为是叶强，就迎了上去。叶沁就利用这个机会加大油门把他撞死，跑了。任继昌死的最冤枉了。任继昌一直对叶强忠心耿耿，可是叶强、叶沁这姐妹俩到了这个地步，没别的办法，只能把所有知情人全干掉，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叶强的？我一开始没怀疑他呀，到后来我觉得他疑点越来越大。你想，这一个人要是老装着，早晚露出尾巴。而且叶强那个人啊，是个贪婪的女人。她在我面前老装的跟个纯情少女似的，让我看着多多少少有点别扭。我看啊，不是叶强给你使美女计，是你给人家使美男计。哎，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有个孪生妹妹啊？我开始想到这点的时候，是从一套小儿书开始的。我以前看过一套《三国演义》的小儿书，好像是80年代初的那版，画得特别好，不过现在很难找了。我正好有这么一套80年代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那天我想给他个惊喜，然后我匆匆忙忙赶到医院，我想先看看他的妹妹，然后再把书给他。可是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身白大褂。是你呀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来看你妹妹的？不是，我是这儿的义工，以前没跟你说过。我在他兜里看见一个听诊器，而且更加奇怪的是，他看见那套小儿书一点都不觉得特别惊喜。这是什么？你还真孩子气。那么从以上的线索看，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我从头到尾见的根本不是一个人。沙秀花死的时候，给咱们留下的线索让我明白了，他写的这个符号，这是什么呢？实际是个公文字儿，这是个右字。
但他真正要写的，双胞胎。没错，双胞胎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家那只黑尾巴的猫来了。我跟王川用过这么一招，叶强和叶沁用的也是同样的一招。但是沙秀花知道他没杀邵一鹏，沙秀花也知道他没杀郭二宝，所以站在他的立场上想，杀这两个人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叶强。所以他急急忙忙把叶强约来了，只有一个目的：分钱。站在那儿别动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哼，要么我去自首，你被枪毙；要么咱们坐下来谈谈。谈什么呀？谈什么？谈邵一鹏的钱啊！我8你2，其余的少废话。我可以给你10万。你说什么？10万？你是开玩笑吧？你以为邵一鹏有多少钱？他开公司那么多年了，至少也有个千把百万吧。你可以去查查他的账。开元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。我不用查，他的钱全被你转移了。你想要多少钱？500万。我不想跟你废话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万，你要是要呢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取。好啊，反正我也不怕你跑了。沙秀花很警惕，因为他知道对方已经杀了2个人了，绝不能给他下手的机会。2个人讨价还价以后，商量好了价钱。叶强去取钱，沙秀花是看着他走的，可是他不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真的想要这些钱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你上次见的那个小妹妹也是叶强买通的呀？不，那是个无辜的女孩，她就是把叶强当成了叶沁。而且据我了解呢，叶沁是个相当不错的医生，但是她真的就和叶强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动机呢？这姐俩为什么走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？他们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我也想知道。你真的想要这些钱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你上次见的那个小妹妹也是叶强买通的呀？不，那是个无辜的女孩，她就是把叶强当成了叶沁。而且据我了解呢，叶沁是个相当不错的医生，但是她真的就和叶强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动机呢？这姐俩为什么走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？他们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我也想知道。
叶翔，葛大明和郭二宝是不是你杀的？真正的凶手应该算邵一鹏吧，我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。那么，你又杀了邵一鹏？当然了，我真正要杀本来就是他。为什么？为了钱呢。在你和你妹妹的钱包里，都有同样一张照片。这上面的男的是谁啊？是我哥。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是我哥哥把我们俩拉扯大的。可是邵一鹏害了他，他不仅骗了他的钱，还让他背了一身的债。我哥哥自杀的时候，我嫂子怀了7个月身孕也流产了，也是一对双胞胎呀，3条人命啊！他邵一鹏不该死吗？后来我们俩来到这个城市，改名换姓，想尽了办法接近邵一鹏，就是为了有这一天。我们不仅要夺走他的钱，还要他加倍偿还，这是他应得的。可是还有另外几条人命呢，你难道就不感到愧疚吗？我有什么好愧疚的？他们哪个是好东西啊？哪个都不该死啊！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你不仅毁了你自己，而且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也许到现在都分不清你们俩谁是叶翔，谁是叶琴。但我知道自己的责任，就是让犯罪的人伏法。别离我太近了啊！王川，人来了，把车开出来。好的。说来一个怎么来俩呀？是不是刚认识的？我看他们挺熟的。那你说上面给的情报有问题？咱解释错了吧？哎呀，还真有点措手不及呢。哎，雷太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，队长不是说人从日本来的吗？这怎么从国内到大口出来的呀？可能怕引起怀疑吧，在国内转机了。那你打算住哪儿啊？住酒店呗。住酒店得多贵呀？
不过无所谓哈，反正你们是有跨国公司，有大老板给出钱，自己不出钱。出差办事谁不这样？那咱俩先一块进城再说。行。谢谢你啊，太客气了，咱们什么时间再见？肯定有机会。我也是开出租的，满城转。行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说那毛家直接跑到这儿来，这儿会不会是他的目的地呀？房间都已经预定好了，他也没填表，直接要了钥匙就上楼了。没错，走吧。嗯。喂，哥哥吗？我小佳，你听不出来啊？我刚下飞机，你到酒店来找我吧。我们待会儿在酒店的大堂见，好吗？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啊！啊，是不是刚到的？呀，他是蓝色通报啊。说好像是让咱们追查一个什么人。追查谁啊？就这个吧，毛家。这不就机场咱接那个吗？说什么了？你问我啊？我这英语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学龄前，要不然你漏了水平。我啊，行，看看，这是哦，他这上头写的好像是日本国家中心局文件 ，China， 哎，不成这个，我这读英文我成结巴了。哎，你比我强，我一看英语啊就成哑巴了。哎，英语秀才，你来。我来吧。哪儿送来的这是？啊，滨海市公安局。哎，我说他们这也挺逗的哈，这原封不动转手，也不给咱翻译翻译。嗨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这是一个跨国的人口走私集团啊。以出国留学中介的名义，然后假造的是学业文凭，这是什么？学位证书，还有假的出国护照。指挥中心应该是设在中国大陆。这活动涉及到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，引起了各国警方的注意，还有移民部门的注意啊，或者说是关注。原来是一桩蛇案啊！哎，看样子啊还是国际性的，来头不小。
这个不久前呢，日本警方查到线索了，知道这个集团有一个叫毛家的，就是咱接那个女的，这咱知道啊。要返回中国大陆。哦，这儿呢。哦，落脚在滨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所以这毛家才坐滨海的班机过来。下边也特别重要啊。他是写着是估计是要会见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，也许在滨海，也许在南丰，然后让咱们是追踪或者说是巡查。那他这核心人物到底是在滨海还是在咱们这儿啊？哦，这是滨海公安局给他们传过去的，说这毛家到了滨海就是到处闲逛，没办什么大事，也没跟什么人接头，反正。刘大妈，哎，我问您个事儿啊，您这儿有蟑螂药吗？有啊，你不说一清早来取的吗？这不有变化了吗？我妹妹啊从日本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啊，安顿好了？用不着我安顿，人家啊住大饭店。嚯，够讲排场的。是啊，这以前啊，他是个省吃俭用的孩子。不过他说了，这次是公司给他安排的。哎，这孩子，他怎么的一点都不顾念你呀？哦，对了，刘大妈，我想托您个事儿啊，您要是见着他呀，就多劝他几句，让他改掉这种挥霍浪费的坏习气。放心，你们俩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只要我见着他，我准数了他。那谢谢您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蟑螂药我能要2包吗？我们家蟑螂成群。优待重灾，给你3包。好，那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那刘大妈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再见。哎，他们干嘛说毛家没人接头啊？哎，对呀，咱们仨不是一块儿看见了吗？陪毛家来这儿了，是个小姐，留着长头发，长得还挺漂亮，就跟那时装模特似的。难道是有人已经在滨海市跟毛家接上了头，然后陪他到咱们这儿来的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从咱们这儿到了滨海去的呀？特使啊！对，他没准是受什么重要人物的派遣。我看啊，他可挺有来头的。反正这案子既然到了咱们这儿啊，咱最起码给人弄一水落石出，好吧？水落石出什么标准呢？就得照人家国际刑警这标准，找着这人蛇集团的头目。我看呀，8成就是那个长发小姐。毛生呐，他是个很正直，而且又很本分的人。毛家他父母亲这一辈子啊，就没闹上个正经事儿。他父亲啊，靠蹬平板3轮车养活这个家，他母亲操持家务，养活他们兄妹2个。那毛生他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先前啊，在一个旅游公司工作，后来他查出他患有心脏病，就再也没工作了。他就靠前几年积蓄下来点钱维持家庭的生活。毛生有一个妹妹叫毛家，他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他特别疼爱他的妹妹。他托他的朋友啊，把他的妹妹前几年送到日本留学去了，就这么个情况。哎，毛生现在在家吗？在呀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啊，他还到我这儿来领灭蟑螂的药的呢。对了，他直冲着我埋怨他妹妹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他妹妹从日本回来了，本事没见长，倒学会了大手大脚的花钱。他让我劝劝他妹妹。对了，这个说正经的叫做做思想工作。走，咱们现在就找回事去。你们找谁啊？请问你是毛生吗？对啊。我们是警察，打扰了。
可以进去说吗？啊，好，来来，请进，请，好，哟，发饺子呢？哈哈，可费功夫啊。这平时啊都是我爱人做饭，这也挺累的。我呢想让他吃顿现成的饭，虽然费点功夫啊，但是应该。来，请，好，哎，好，坐。我们来呢是想向你打听点事儿。打听什么事儿啊？是关于你妹妹毛家的事儿。这毛家怎么了？喂，是毛家小姐吗？啊是。听说你需要一份工作。对。给你提供个渠道，你需要吗？需要。你现在有没有纸和笔？你说吧。明天上午在国际会展中心。国际会展中心有一个第3届人才交流大会。第3届人才交流大会。那边会有一个叫达人外国语学校的。达人外语学院。招聘日语老师，你去找一个叫施兆龙的人。施主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这我妹妹啊，是个有志气的女孩，不愿意虚度青春，总想闯出点名堂，活得体面些。可什么是名堂？什么算体面？她也是模糊的。看到她周围的几个同学都出了国，也想出去深造深造。你说我这当哥哥的能不支持吗？我利用我以前在旅游公司的关系，啊，给她在日本啊找了个经理担保人。把我辛辛苦苦攒下的几万块钱，全都给花出去了。听刘大妈说，毛家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是啊，他以前呢，是个很节俭的人，一点都不乱花钱。现在可好，这你说是挥霍无度吧？这一点也不夸张。哦对，上午我劝他回家来住，说是省几个钱。他说他的一切费用全是公司支付。你们看，他买的那些东西，我看了一下那价签儿，得花好几千块钱呢。是不是你妹妹在外面发大财了？这不会吧？她来信说，她在日本过得很苦啊。这虽说这薪水比国内多一点，但花销还大呢。那她怎么敢这么大手大脚啊？是啊。这我也弄不明白啊，会不会是有人，你是说，这王妹妹的这个钱的来路不正？除了这个原因，还会有其他的解释吗？你们是怀疑我妹妹的行为不端？我们也只是怀疑，所以呢，才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这不会吧？她是个很单纯的人啊，哎，这你不能胡乱猜疑啊。他在外面这么多年，他的情况你能够了解吗？不是，这了解说不好，不过通过他来的那些信，我认为那是真的。信，我们能看一下吗？对你们有需要啊？对，非常重要。行。啊，你看，就这么多，只要是对你们有帮助啊，你们就拿去看好了。我呢也想弄个明白。谢谢，打扰了。我们来的事儿，请不要告诉你妹妹。你们放心吧，我明白。再见啊！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信都编了号了。对，我看了，是序号，都是按照来信时间编的。你们俩谁找两封有价值的念念？哎，我来念。小姐家书啊，别有滋味儿。
哥哥，你行，那个女人的信啊，女人念，你再念，我这牙就全坏了。行，你来念。哎，这念信啊，讲究着入情入境啊，要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这叫有啊内心世相啊。你以为这琼瑶小说呢？念吧。雪仓酒店规模不大，很像北京街面上的个体饭馆。我没有喘息的空隙时间，一下课丢下书就跑到这里干杂活，招待客人，整天累得要死。唯一能支撑我这疲惫身躯的只有事业。为了早日实现梦想，我明白了，像我这种没有经过正式考试来的，不能叫留学生，叫旧学生。至今还没有见到我的经济担保人。我问了别的旧学生，他们说这是常有的事儿。这是11号，你念念。我的经济担保人终于露面了，到雪仓酒店来看我。他是板昭株式会社的成员，是从福建来这里定居的，叫侯文长。他让我称呼他的日本名字，叫本浦千一。我向他透露了内心的苦闷，想换个清雅的工作。他答应把我介绍给株式会社本部去做职员，他很讲信用。2天之后就带我去了本部，成了一名秘书，专门负责翻译整理从大陆和世界各地送来的中文材料。本浦千一说，干得好，公司可以做担保，帮忙定居入籍手续。我的命运总算有了着落。哥哥，你高兴吗？完了。没了。哎，川儿，这是最后一封吗？啊。怎么到节骨眼儿没了？从信的序号来看呢，毛家认识本浦千一以后，音信就完全中断了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便公开的事情？就算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也不至于不通信呀。那可以写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啊。毛家会不会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境地，失去了写信的自由了？本浦千一是什么人，至关重要。给那毛申打一电话，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没说的呀？啊。好。喂，毛申吗？本浦千一。哦，我问了，我妹妹说呀，她后来和他同居了。小佳呢不太情愿，为什么？为了保住这座靠山呗。我妹妹说呀，这学生和担保人之间啊，经常发生这种暧昧的事。别的，别的都说一些这个当地见闻、日本风俗。对，还都是这个闲聊胡扯，不着边际。这一提到这本浦千一呢，他就打岔。对，就这么回事儿，避而不谈。关于本浦千一的事儿啊，毛申说他妹妹没有跟他讲太多，他也不清楚。那我们明天该怎么办？这么巧，在这见到你。哎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干嘛？你过来找工作啊？你也过来找工作？啊？你不开车吗？我那工作实在太累了，再说也不像女孩干的活，我想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。
你呢？我干翻译也太累了，我觉得太紧张了。我也想找个什么当个老师啊，教日语的。你肯定特别好找工作，你有一技之长，不像我，除了会开车。我想好了，我干脆就找一个什么在机关里的工作就完了。哎，这挺好的嘛，这样你可以四通八达了嘛。为什么呀？你想要是给个什么头头开车，你不通天了吗？你可真会想。那就祝咱们心想事成。行，那就心想事成。哎，对了，我车就在楼下了，待会儿咱一块儿走吧。行，再见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成了。真的？你呢？你看我没合适了。我说你比我好找吧。走吧，咱们。那我得付钱啊。你怎么那么客气啊？走。哎，长发小姐到人才交流大会来干什么？哼，她肯定不是来谋差事的。这几百个展位，她都无心光顾，净惦记毛家那头。毛家呀，也不像是来求职的。你看这么大一会场，需要日语老师的学校很多，她都没顾得上去光顾。一看见达人外国语学校就直奔而去，显然事先约好的。我看他们两个呀，都怀着不同的目的。这长发小姐的目标是毛家，毛家的目标是达人学校。这毛家刚回来不久，各方面都很生疏。他来找达人学校，目的那么明确，会不会是受什么人的指使，到这儿来接头了呢？难道幕后指挥是长发小姐？她先向毛家发出指示，然后来这里进行监督。哎，这帮头目可经常这么干啊！走，继续跟踪吧。走。喂，哎，交管队吧？啊，我刑警队雷鸣啊。嗨，老张啊，忙啊，怎么不忙？哎，正事儿啊，你帮我查辆车行吗？啊，是一个红色的出租车，车号是……哎，对了，它那门上写着呢啊，个体出租啊。车号是苏 A 52575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，苏 A 52575，好吧？急呀，当然急了。啊，尽快，谢了啊啊。到了。哟，真给钱啊？当然了。行，那就不客气了啊。再见啊。那要票吗？啊，不要了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。来了。哎，那个出租车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人家车管部门说了，最近太忙，让咱们等等。哎，李太，我觉得总采取这样的外围策略，总不是个办法吧？哎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什么意思？是不想跟踪了是吧？我看呀，咱们改策略，来个卧底怎么样？卧底不错呀，问题是怎么卧？那毛家不是应聘了吗？到达人学校去当老师。你去当学生？问题是人家教的是日语啊。哎呀，雷探，我一直想学日语，有这么一夙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是半公半私嘛。不过想法是挺好的啊。那就这么办，好吧？好。大川，你去贴近，那我干嘛呀？哎，外围的策应也不能放弃嘛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。放心，有你的事儿干。喂，队长，哦，离探赛，请等一下啊，队长电话。
哎，队长。雷鸣，你赶快到我这儿来一下，有些案子你去协助一下。不是您能让别人去吗？我这案子这不是刚有点头绪吗？不行，马上过来，要快一点。你那儿让王川先负责一下。啊，好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不知道呢，队长让我去一趟。喂，工作找到了吧？找着了。挺顺利的吧？还行。记住，要认真教课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日语老师。我会的。在待人接物方面要随和点儿，不要太拘谨。好吧。记着，朋友是可以交的，可是千万不能太真诚。记住了。哎，瞧他们那神气劲儿，把咱们当小学生了。你还别说，现在啊，就是搞教育的最牛了，教育为本嘛。那谁也没闲着呀。喂，什么？雷鸣出事了？啊，好，我马上就来。走。走。伤得怎么样？他伤得挺重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银行发生了劫案，歹徒劫持了人质，雷鸣只身顶替了人质。本来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可谁想，歹徒突然出手。你在旅游公司工作？不是，我是搞商业的。那你为什么学日语？嗨，觉得商业无聊吧，就想改行。学英语的多，会日语的少，这样找工作有余地。哎，你学日语干什么？工作需要？也可以这么说吧，是偶然需要。饭店的领班？这可一点边儿都沾不上。教育部外联处，听说过吗？没有，从来没听说过。我们日语精修班现在就开始上课了，大家先认识一下啊。我是本校的教务处主任石兆龙，这位就是你们的任课老师毛佳老师，大家欢迎。はじめまして。我先写一下我的名字，毛佳。17号准备打针。叫我呢。这屋里还有谁啊？我怎么觉得听着像叫饭似的？都这么叫，方便。那是。哎呦，呵。怎么了？有这么疼吗？太夸张了吧！这难道比刀子扎进去还疼啊？那天晚上你也没这么叫啊？这有的人不怕大象，他怕耗子啊。你说谁是耗子？哎，我没说你是耗子，你从哪块看着你都不像耗子。哎呦！
哎，哥们儿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好了吧，雷探？你们别在这儿待太久啊，病人需要休息。这神气劲儿哎！雷探，你可把我大伙儿都给吓坏了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蓉蓉眼睛都哭肿了。不至于吧？哎，真的，我可以作证。哎，你手术做完以后啊，他还一再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你。你出去以后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人家啊。就是啊。哎，那案子怎么着了？こんにちは。ありがとう。啊。学生都出来了。啊，出来了。嗯。哎，川儿。嗯。怎么样？当学生的滋味不赖吧？你还别说啊，这毛家的讲课啊还真不一般，清晰、准确，很富有吸引力啊。只要让他讲一遍，哎，你马上就能记住了。哦。哎，你们班都些什么人啊？嗨，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。你呀，得结识几个，没准日后啊能用得着呢。你还别说，我那同桌啊就是一位。真的？嗯。干什么的？好像是在教育部对外联络处。哎，川儿，你给我引荐引荐怎么样？没准以后我出国留学能求着他呢。得了吧你！哎，你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啊。走，上车吧，我带你走。耽误你开车多不好意思啊。没耽误，我正好有趟活过来，走吧。好吧。哎，王老师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看这句话我一直搞不明白，如果把这个字儿放在后面，一般日文跟中文的那个语法不大一样，像这句啊，这个宾语就要摆在后面。哦，是这样的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有什么事到办公室找我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是一条鱼，你是否觉得我伤悲？除非你是水，将我温柔的包围，才会发现我真的流泪。如果我是一朵花，你是否觉得我最美？除非你试图将我深深的栽培，才会发现我害怕枯萎。除非你能读懂我的眼泪，除非你能让我永不枯萎，除非你能让我自由地飞，除非你能做到所有的一切，你要的我才会
怎么，要交男朋友？是学校石主任介绍的，用得着吗？用得着。我们需要他的帮忙，跟他说他有把柄在你手上，就说他强奸了你。我现在觉得他就是毛家的上司，我觉得毛家就是被他控制的。手表、耳环，没错，这的确是毛家的东西。毛家死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对这案子最重要的嫌疑人长发女人进行布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才给他作案的机会。咱不客气的说啊，这毛家死在你们手里，